重生后，看着眼前娇艳欲滴的绝美校花，余年心想上一世女人就是因此投湖自尽，自己绝不能重蹈覆辙。这一次一定要还自己和周婉一个体面的结局。你个逆子！睡梦中被扇了一巴掌，余年正想发作，却被眼前一幕彻底震惊。爸，你居然活着！与余年的兴奋不同，余康则是看着自己儿子，一脸懵逼。活见鬼呀！周大头这辈子就生了这么一个标致的女儿，竟然被鱼扁担的儿子给糟蹋了。是呀，何况人家周婉还是堂堂大学生，以后是要端铁饭碗的人。偏这小子上学半点出息没有，辍学了鬼混，骗女娃娃倒是一个一准。闻言，余年瞬间如遭电击，目光落在身旁女人身上，听着对方哭泣声，记忆脉络越发清晰。我靠，这不就是30年前我醉酒和邻居姐姐发生关系的一幕吗？这是1991年4月4号，我穿越了。映入眼帘的不是21世纪现代风房间，而是土坯房屋，尤其眼前围着一群身着90年代服装的人喧闹不已。人群中除了曾经的街坊邻居，还有着本应该已经去世的父母。余年抚了抚刚才被父亲扇了一巴掌的脸，好痛，疼得撕心裂肺。这绝对不是梦。上一世父亲车祸去世，我没有来得及孝顺，这一世总算是有机会了。边想着，他又看向身旁的女人，周婉也还活着，这个让我愧疚了一辈子的女人。两人一个胡同长大，对方比他大1岁，完全属于现实版别人家的孩子，学业优秀，人长得漂亮，除了家里穷无可挑剔。可偏偏两人一次好奇之下偷喝了几杯酒后，发生了这样的意外。正因为这件事毁了周婉一生。在这个年代，没有多少女人能够抵抗得住众人的冷嘲热讽。这件事情闹得太大，周婉留下心理阴影，逐渐郁郁寡欢。返回学校3个月后投湖自尽。两人不仅一起同过班，甚至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周婉一直都是余年埋藏在心底的暗恋对象。想到这些，余年心中愧疚极了。逆子，你脑子里还在胡思乱想。余康看到儿子还盯着周婉瞅，抄起门口的扁担照着余年的身上打去。即便重活一世，我也得挨了这顿打，好给人家周家一个交代。就这样，余年在床上躺了3天没能下来。事情传得很快，闹得沸沸扬扬，基本江河区没人不知道。为了这件事情，周婉的父亲已经上门讨要说法好几次。余康看着强撑着下床的儿子，沉声问道：想好怎么解决这事儿没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大不了让小年娶她，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就凭这小子，我生的儿子什么德行我不知道，周婉就算是瞎了眼也不会看上的。余康越想越气，抄起一旁的扁担大步朝余年走。杨如拦在儿子身前，偏袒道：那又怎么样？小年是没出息，是天天瞎混，可咱们小年也不是不负责任的男人。这话说的，就连他自己都有些脸蛋发烫，可也只能说下去。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，生米煮成熟饭，我就不相信周大头一点都不着急。回头我再找几个邻居去劝劝，到时候没人再一说，这事儿就成了。余年听着两人的对话，情绪复杂无比。他知道，按照上一世的历史轨迹发展，父母说的办法根本行不通。周大头心高气傲，周婉更是如此。他最后还是会选择以跳湖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爸妈，我去周家一趟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。你刚刚对人家周婉做了那种事，现在去周家不是找打吗？眼见余年出门，杨如慌忙阻拦。周家好不容易出了个这么亭亭玉立的女大学生，如今发生了这种事，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余年。让他去，这是我们欠周家的。今天就算是周大头打断他2条腿，都是活该。看向远处周家，许久余康终是叹了口气。我们陪他一起去吧。周福正在抽着旱烟，一抬头就看到余家一家3口来了，本就阴沉的脸色更加难看。小年，杨如看到这一幕，心疼的眼泪都快下来了，想要上去阻拦，却被余康伸手阻止。这是他应该承受的。叔叔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来取婉儿。周福猛地一怔，一脸错愕地盯着余年。就在众人以为周福不会再动手的时候，周福一脚将余年踹翻倒地。就你凭什么娶我女儿？我女儿可是大学生，以后要吃官家饭的。这个年代能够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周福辛苦一生，屎一把尿一把的将女儿拉扯大，眼看着就要富平女贵了，做梦没想到半路杀出余年这个拦路。就在这时，周婉二姨从屋里走了出来。行了，别吵了，让余年一个人进去，婉儿有话要跟他说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满脸困惑。余年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强忍着刚刚新增的疼痛，走进屋里。进屋后，余年看到周婉靠在床边，神情悲伤，脸上还残留着泪痕，心中一阵心疼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这样。你真想娶我？前世余年因为自卑没有主动开口提出娶周婉，心高气傲的周婉也拒绝了余年父母的说媒，所以这一世余年才决定自己亲口提出。只要你嫁给我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周婉微微一怔，略显错愕地看着余年。虽然余年名声一直都不太好，
但是周婉对他没有多少厌恶，可做梦都没有想到两人会稀里糊涂的在一起。想到自己失去清白，他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。你有什么？我这次从学校探亲回来，听说你连份工作都没有，大家都说你是个混子，你拿什么对我好？我努力的考入重点大学，为的就是改变自己命运。一旦和余年结婚，这一生和毁了没什么区别，可不和余年结婚，这一生还是毁了。我考进财大，到时候我们在同一所大学上学，你是不是就可以接受我的追求？你把我当傻子吗？周婉十分无语，两人曾经是同学，他知道余年学习差，别说是考进财大，就算是普通大学都不可能。我查过了，2个月后就是全国成人高考的时间，而今年财大有2个名额。以你的成绩考入财大，无疑是天方夜谭，何况只有2个名额。上一世，余年读书时候的学习成绩的确一般，可当收到周婉死讯的一刻，余年大彻大悟，重新回到学校读书，在1年后顺利考入财大，并在周婉跳湖的地方进行悼念。面对眼前和自己有过一夜之情的女人，男人是要2个月考上重点大学。而且我曾进入多家辅高考冲刺辅导班担任导师，对高考各类题目早已经烂熟于心，跟开挂没什么区别。最重要的是，作为重生者，余年大概清楚这1年的题目。我一定会考上，如果我考不上，你报案，我坐牢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好，那我等你消息。周婉知道想要通过成人高考进入财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可这个时候也没有其他办法。当余年从周家离开的时候，这个赌约如一阵风般传遍整个江河区，听者无不仰头大笑嘲讽。周大头每次去厂里，总有人拿这事儿打趣。他要是真能考进我女儿同一所大学，就算是给他一次机会又如何？他也希望余年能够真的考上，可周大头心里也门儿清，女儿的大学不是那么好考的。等2个月后那小子没考上，我就不得不去报案了，不然该笑话的就是我们家。想到这些，周大头气得胡子直吹。余家院子里，余年路过父亲身旁，看了眼扁担，不由一颤。老爹这是要动手，上一世的今天好像也没挨打。你真有把握通过成人高考考进财大？此时的余康满肚子怒火，原本他当着周大头面前跪下求对方别报案，对方这才答应下来。可现在儿子把报案坐牢这件事情当成了赌注，一旦考不上财大，周家为了面子必定报案。父亲，我有10分的把握，高考政策刚刚恢复不久，成人高考招生的含金量和正常高考一样，余家丢掉的脸面，我一定会争回来。余年目光坚定，无论如何，他都要考上财大。他想和周婉手牵手走在财大的校园里，想在上一世父亲出车祸的日子里留下父亲。总之，重活一世，2大目标：1. 弥补遗憾；2. 疯狂搞钱。逆子，少给我来这一套！告诉我，你小子是不是打算问我们要钱跑路？爸妈，哪能呢？我亲口承诺的事情绝对不会有变。2个月后，我一定会考入财大。你这个逆子，要是真的能够考进财大，那我跟你妈死了都能笑醒。今天早上周婉已经离开家去学校了，你要是真想考出成绩，就好好读书。听到母亲的话，余年心中一沉。果然，按照上一世的路线，今天是周婉去财大的日子，随后会在3个月后选择跳湖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我必须要考上，改变这个命运。出了家门，余年走了2里路，来到最近的新华书店，翻找一圈，终于在书店的角落里找到一摞冲锋号答题册，已经落上了灰尘。上一世的经验就是这本教辅压中了大本高考题，因此名声大噪，只是现在还无人问津。余年将答题册拿到前台，售货员诧异地看了余年一眼，善意提醒道：娃子，这答题册没什么用，这几年销量都非常低迷，你真的确定要买？男人想要考上重点大学，却在一众教辅资料中选中了销量最低的一本，只因他是重生者，知道这本教辅将会压中今年1半的高考题。没事儿，这本就行。刘，这不是余年吗？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。余年回头望去，发现是以前同一个学校的2个同学赵屯和管林，这2人都比他矮1级，今年高考不理想，打算通过成人高考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好巧呀，没想到在这能碰上你们。赵屯和管林相视一眼，脸上多了几分戏谑的笑容。是呀，我们也没想到你真的打算参加考试。管林来到余年身旁，看到余年手里的冲锋号答题册，不屑一笑。余年，这破习题根本没人买，就你买，你怕不是脑袋被门夹了吧？余年，你要是真的能考上财大，我当场吃屎。面对2人的冷嘲热讽，余年也不生气。要不我们打个赌？赌什么？赵屯和管林顿时来了兴趣，2人平时在校外都有赌博的习惯，对于这种赌博十分喜爱。不如一人压200块钱吧，这2人家庭条件比我好很多，200块钱是能够拿出来的。200块钱？你想钱想疯了吗？你们要是能赢，我一人给你200，反正你们不是觉得我会输吗？那我们就玩个大的。好，我们同意。
谁都知道余年学习成绩一塌糊涂，想要考上财大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回到家，余年迅速翻阅起冲锋号答题册，上一世的知识跃然脑海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除了在冲锋号答题册上写画画，就是搜罗上一世脑海中记忆的题目。余康和杨如看着儿子天天学习，心中震惊之余，每日都将饭菜送到余年门口。余康2个月以来第一次踏入了儿子学习的房间。明天就是你参加高考的时间，出去走走吧，一直闷着对身体不好。周婉就在隔壁，放假以来一直在屋里半不为主。余年参加高考之前，能去看看周婉，总归是有些动力。这2个月以来，余康发现儿子除了埋头学习就是学习，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，但他能够确定的是，儿子变了。周婉是不是回来了？周家闺女回来了，可是回来1个多月，到现在都没出过门。哎，好好一个闺女，突然就变成了这样。闻言，余年心中愧疚再起，将书本合上，余年起身走出了房间，又在几位邻居吃惊的目光中走进了周家院子。站在院子里，余年深吸了口气，冲着周婉的房间说道：明天我去参加考试，不管你是否相信，我都一定会考进财大。坐在屋里发呆的周婉其实早就注意到院子余年的到来，回来这么久，周婉也从父亲的口中听说了余年在家发奋学习的状态，可周围人的冷嘲热讽更让周婉的心脏犹如针扎般疼痛。尤其是这件事情已经传到学校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都有人指指点点。透过窗户望着院子里的余年，周婉的泪水再次打湿眼眶。站在院子里的余年始终未能等到周婉的回应。婉儿，等我，我一定会娶你。在院子里站了1个多小时后，余年转身离去。他知道周婉听到了自己的话。翌日，在赵屯和管林不屑的眼光中，余年与他们走进考场，看到试卷上面的考题时，终于松了口气。押题全部押中，这下稳了。2天后考试结束，可余康和杨如都没敢追问余年考试如何，他们担心一旦儿子考得不好，会做出轻生的举动。一直一起瞎混的狐朋狗友赵东好几次扒在墙头上瞅着院子里的余年。你要是能够考进财大，我都能考进人大了。闻言，余年笑了笑，没回应。上一世我和赵东形影不离，把他当成最好的兄弟，可他却将我坑害，导致我欠下了5000块钱的巨款。当时余康为了帮他还债，就连这所唯一的老宅都卖了，这才拉他上岸。而这所老宅在20年后的拆迁中，赔偿款高达500万。每次想到这件事情，余年都后悔到了极点。转眼到了成绩放榜之日，余年前往成绩栏看成绩，刚走没多远，就在街上遇到同样要去看成绩的赵屯和管林。就你还去看成绩，不是搞笑吧？是呀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钱准备好了吗？别到时候没钱支付赌约。你要是能够考上，我立马给你钱。我要是给不钱，就是你孙子。反倒是你，要是没钱，就从我裤裆下钻过去。好呀，我们现在就去看成绩。半个小时后，3人来到放榜成绩栏。当赵屯和管林找到余年名字时，彻底呆住。全国排名第1。余年脸上的笑容灿烂无比。反观赵屯和管林2人，满脸不可思议。全国第1名，没搞错吧？他能拿到全国第1。尽管非常不愿相信，但2人都非常清楚这成绩不可能是假的。这也就是说，余年真的拿到了全国第1名的成绩。不找找你们自己的名字？可当2人的目光一直搜索到最下面的时候，才分别找到自己名字，一个365分，一个377分。赵屯和管林都傻眼了，本以为成人高考会容易些，没想到居然更难。听说了吗？据说这次冲锋号答题册几乎押中了大半考题。就在这时，旁边传来了2名教师谈话的声音。对，没错，那个冲锋号就是名字起得不好，押题率真高。平日里成绩不合格的朋友，却在成人高考中考到全国第1。赵屯和管林四目相视，随后目光齐刷刷落在余年身上，心中的后悔犹如潮水般席卷而来。一人200块，不会赖账吧？对面2人满脸腾红，恨不得立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钱我们会尽快给你，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你是怎么知道冲锋号答题册押题率高？秘密。余年递给2人一个神秘的笑容，转身离开。如今顺利拿到全国第1名的高考成绩，财大已经是10拿9稳了。来到周家门口，他深吸了口气，调整情绪后刚准备走进去，却听到身后传来父亲的声音：周家闺女早上被周大头送往亲戚家了。走了。余年猛地一怔，一股强烈的失望感席卷整颗心脏，如同泄气的皮球在周家门口坐了下来。没考好。余康拿起烟枪抽了口烟，这才叹了口气说道：我早就猜到你个逆子不是读书的材料，算了吧，回头跟着我卖糖人，以后至少能够养家糊口。周家闺女你就别想了。可半个小时后，社区办工作人员的到来让余康彻底震惊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等等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家逆子全国第1，你没搞错吧？你说慢点。他感觉自己的脑袋反应不过来，在多次向工作人员确认后，这才哈哈大笑起来。出息，这个逆子总算是出息了，这次轮到我们老余家祖坟上冒青烟了。
消息传得很快，几乎瞬间席卷整个江河区，甚至传遍整个江都市。而在余年房间中，他望着窗外，脸上弥漫着对和周婉在中南财大见面的期待。这一世我一定要救下周婉，可惜的是没能第一时间把我考上财大的消息告诉周婉。突然，院子里传来一阵敲门声，他前去打开院门，发现门口站着的又是赵东，眼中闪过一抹意外之色。这小子真是贼心不死，这一世本想远离他，没想到这小子不依不饶。现在看来，不反坑这王八蛋一次，那就真的是对不起我了。找我什么事情？赵东一把搂住余年的肩膀，笑眯眯的挑眉道：“听说你考上大学了，恭喜呀！走，今晚给你庆祝下，怎么样？”这是打算给我摆一桌？闻言，赵东表情一僵。这年头下馆子是件奢侈的事情，可余年已经将话说到这种地步，要是不出点血，真不能把他拿下。本着放长线钓大鱼的心思，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，一脸豪气道：“小问题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走，哥们，现在就带你去下馆子，顺带晚上带你参加个游戏，绝对让你发一笔，一口气将上大学的学费都给挣了。”余年故意显露出兴趣：“游戏玩多少的？1毛5毛都行，都是自己人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咱们不能伤了和气。”看来这玩的不小啊！上一世我什么都不懂，就是这么被他连祖宅都坑我的。怎么不敢吗？注意看，在普遍收入不高90年代农村，眼前的男人赵东为了贪图钱财，正在给自己的朋友设下骗局。余年，你不会怕了吧？眼见余年没说话，赵东故意刺激。对于余年能够考上全国第一的成绩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非常嫉妒。有啥不敢的？就算是玩1块的，我都没问题。这话正中赵东下怀，他欣喜笑道：“那就玩1块的，你要是没带够钱，回头我借你。”赵东这小子2年瞎混，靠着坑蒙拐骗没少攒钱，全部身家加起来至少2-3千，正愁上学生活费。如今你送上门来，那这头肥羊不踩白不踩。面对赵东的请客，余年没客气，进了一家不错的饭馆。两人刚坐下，赵屯和管林走了进来。上一世的游戏就有赵屯和管林，余年没有任何意外。欠我的钱给我。啥意思？你们欠他钱？这个钱还2天给你。不行，如果连钱都还不了，那就别玩游戏了。说完，余年起身就要离开，眼见余年要走，这顿饭已经花了30块钱的赵东立即肉疼起来。东哥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事儿你都看见了。别，有话好好说。赵东强行拉着余年坐下，同时冲赵屯和管林两人沉声说道：“欠钱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把钱给他。”赵屯和管林见赵东这样说，这才一人从兜里掏出200块钱给了余年。拿去行了吧，说的好像不给你一样。待会儿玩游戏老子杀你片甲不留。哈，想从我身上赢钱，异想天开。上一世你们骗我的那些套路，我可都还记得。上一世被赵东等人设局，导致余年越玩越上头，最后连祖宅都输给了对方。他们的套路，余年到现在都还记得。玩游戏的地方设在一处简陋偏僻的2层小楼，房间里坐着一位脸上带着刀疤的青年男子，还有几个或坐沙发或靠在墙上的小年轻。飞哥，这些都是我朋友。都坐吧，来了都是朋友，当自己家。哈，把家人当肥羊宰，可不得钱。飞哥和赵东互相使了个眼色，便是冷笑起来，仿佛猎物已经上套。接下来赵屯和管林会配合我，让余年越玩越上头。等他彻底失了理智，越玩越大，就轮到我和飞哥收割了。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把人带过来了，这个叫余年的傻子也太好骗了。等会儿他要是玩不起想耍赖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几人围着桌子坐了下来，没有过多介绍，便是开始了游戏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在接下来几个回合中，余年像是提前预知了他们的行动一般，接连避开了好几个套路。赵屯的脸色渐渐不悦，冲余年放狠话：“不就是赢了几把吗？你别嚣张，待会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好呀，我等着。余年淡淡一笑。然而几个回合的较量下，赵东等人却是连连失败，不仅没从余年手上赚到钱，还亏了还不少。我靠 ，K 金！管林惊呼出声，这下算是认输。与此同时，赵东傻眼了，就连飞哥都目瞪口呆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好意思啊，这把又是我赢了。余年这一把200多，净利润都有100。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作假了？哪有人玩游戏能一直赢的？你再说一遍，这么多人在这看着，我怎么作假？赵东一怔，被对的没话反驳。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余年稳扎稳打赢到手里的钱已经300有余。飞哥脸色明显不快。余年，你故意给我下套是不？下套？明明是你叫我来的，是不是输不起？哼，你以为走得出去？立即把钱还给我，否则我打断你的腿。此话一出，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沉闷，硝烟弥漫。飞哥等人交换眼神，往赵东身旁簇拥，余年却是嘴角勾起一抹冷厉的笑容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话音未落，余年一拳赵东干翻倒地。与此同时，一把锋利的匕首从腰间抽出，闪电般刺入他的大腿。刹那间，
杀猪般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房间。飞哥平时耍横，但也没见过余年这样狠的，顿时被震慑住了。想帮赵东的，我不介意给你们一人一刀。小子，把钱留下来，我让你离开，不然今天都得见血。我记得你是成人高考全国第1名吧？你也不想将这件事情闹到派出所，影响你的前途。余年闻言大笑，闹到派出所我求之不得，反正我已经扎了赵东一刀，就算是他报警，以我全国第1的成绩，到了派出所照样有人保我。你，飞哥呼吸一滞，知道余年说的这是实话。即便事情闹到派出所，坐牢的也是我们这些有案底的人。余年抽出200块钱，将其拍在桌上。这200块钱拿去治伤，再有下次，我饶不了你。赵东看着余年，心中发怵，感觉眼前的余年不是以前好忽悠的余年了。余年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兜里揣着4500块钱，心里非常开心。在这个万元户都了不起的年代，4500块钱绝对是一笔巨款。赵东等人依靠坑蒙拐骗，在90年代质朴的农村敛到不少不义之财，赚到钱后便马上去潇洒快活。但余年可不一样，这可是我重生以来的第1桶金，必须得好好利用，让他们发挥出更高的价值。边这么想着，路过小学学校的时候，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：“余年。”余年回头望去，发现是高中同桌迟曼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迟曼长得漂亮，平时有不少男生追，不过相比周婉要差点。当然，也可能是余年上学时和迟曼天天打闹非常熟悉，没有了男女之间的神秘感。刚才出去办点事情，现在准备回家。自从你考进财大，几乎没有看见过你了。你最近过得好吗？迟曼的父亲是区长，余年知道这话问出口就是多余的。就那样吧，反倒是你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呀！以全国第1名的成绩震惊整个江都，大家都知道了。都是靠运气，我的学习成绩你能不知道？听说你准备报财大？明天填志愿。本来之前一直为你高考失利惋惜，我真心为你感到开心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又可以在一个学校读书了。不过你现在变成我学姐了，以后见了面都得喊你一声学姐。这次余年入学是大1，而迟曼和周婉会升为大2。你放心，以后学姐罩着你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你给学姐说，学姐可是学生会副会长。可以啊，这才大1你就成为学生会副会长了，那到了大2岂不是要将会长的位置取而代之？就算是我再可以，可没你厉害。听说你把周婉搞定了。余年颇为尴尬。嗨，你从哪听说的？别装了，这事儿谁不知道？虽然我很佩服你，但是周婉的性格，你想要彻底搞定她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我知道你和周婉在一个大学读书，又是曾经的同班同学，肯定走得非常近，有空多帮我说说好话。迟曼沉默了一会，打趣道：你就那么喜欢她？难道我没她好？高中2、3年也没见你对我这么殷勤。余年知道迟曼是开玩笑，在旁边的商贩那里买来2串糖葫芦，将其中1串递给迟曼。算你识趣，否则尴尬的就是你。放心吧，我要是遇到周婉，肯定多帮你说些好话，劝她跟你搞对象。那太感谢了。咱们几年同桌客气啥？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回头找你玩。余年朝他挥了挥手，转身往家里走去。刚走到街道尽头，看到邻居吴老头依旧在天桥下摆摊算命。吴叔，上班呢？是呀，小年，听说你考上全国第1了，出息了。运气，都是运气。真不错，好好读书，我相信你能行。我一定加油。余年点点头，大步离开。吴老头的脸色渐渐变了，直至余年的身影消失在巷子里，这才缓缓开口：不对，很不对，这小子本应六亲元宝，伤父克妻，如今竟然左龙右虎，风生水起。路过巷子猪肉铺的时候，余年割了5斤肥肉，又在粮店买了1袋细粮。这几个月吃粗粮，嗓子都快擦出烟了。虽然老妈在厂里上班，有时候会分到细粮，可始终有限。回到家，余年将肉和粮食放进厨房，开始思考接下来的赚钱计划。回到家后，余年便开始思考接下来的赚钱计划。活过一世的他非常清楚，再好的爱情都需要物质基础。哪怕周婉不是物质的女孩，可我也不想让她跟着自己受苦。手里有钱，至少在追求周婉的时候能够加分。余年想到的第一个赚钱方式便是写歌。上一世他喜欢听歌，平时经常去 KTV 唱歌，脑海里有许多完整的歌词。将这些后世将要爆火的歌写出来，必定能够赚到钱。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利用前世知道的信息插在这一世赚钱，例如倒腾物资赚取差价。当然，单凭这些还不够，马上就要到1992年了，国内电脑逐渐兴起，后世企鹅通过游戏赚得盆满钵圆。这一世我要开办游戏公司，杀入游戏界，做国内游戏代理商。而他的优势就是知道哪些游戏能够爆火，得到市场追捧，买下游戏版权或者做代理，就能够赚到足够的钱。心念至此，余年拿出纸笔，决定从第一件事情做起。10分钟后，一首《忘情水》跃然纸上。这首歌悠远情长，由李安修作词，陈耀川作曲，1994年发行，一经发行广为流传，
成为1994年最为爆火的年度歌曲，投稿出去一定会被采用。余年出门去了邮局，将其寄给了华内音乐集团。做完一切，回到家，看到母亲从厨房走出来。厨房里的肉和粮食是怎么回事？我问了你爸，你爸说不是他买的。这些东西是我买的，你和爸平时工作辛苦，买来给你和爸改善生活。你哪里来的钱？杨如立刻紧张起来，害怕余年又在外面瞎混。买彩票中的。妈，你不知道，我今天运气特别好，2毛钱的彩票我竟然中了76块钱。说话间，余年从兜里掏出70块钱，强行将钱塞进杨如手里。这是剩余的，您拿着家用。杨如盯着儿子看了很久，良久才开口道：你进屋，我跟你说话。余年跟着杨如进屋，在杨如的示意下，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小年，听妈一句劝，收手吧，别再瞎混了。那么多人买彩票都中不了奖，你就中奖了。妈不傻，你是不是又跟赵东他们鬼混去了？余年想起曾经自己的种种恶劣行为，感到无比惭愧，但现在的他已经不一样了。妈，我明白，我以后肯定好好做人，努力学习，将周婉娶回家做老婆。呵，希望你说话算话。另外妈必须要提醒一件事情，婉儿是个好女孩，我从小到大看她长大，她很难追，但是你若追到手，她这辈子都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。妈，你放心，婉儿肯定是你儿媳妇。那就好，妈看好你。杨如脸上多了抹欣慰的笑容，可心里却为两人的感情担心。行，先就这样，妈去做饭了，晚上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吃完饭，杨如洗碗的时候，见丈夫没在场，悄悄对余年说道：这件事情别让你爸知道了，不然你挨打可别叫吗？我知道，我要是将这件事情告诉我爸，那我不是傻吗？可令余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接下来的1个周，余年和赵东等人鬼混的事，如同风一样传遍整个市区。这群王八蛋真是数不清。用屁股想都能猜到，这肯定是赵东等人故意散播出去，目的就是毁他名声。以前余年不在乎名声，可现在不一样了。我现在要追求周婉，那就得在乎别人的看法，尤其是周老汉的。现在周婉去了亲戚家，这倒是好说，可周老汉在家呀。余年刚提着猪肉来到周家，就被周老汉毫不留情地轰了出来。我以为你浪子回头，原来狗改不了吃屎。滚！你给我出去！我女儿瞎了眼都不会看上你。周叔叔，都是谣传，我真没和赵东那群人鬼混。余年只能死不承认，希望这事儿能翻篇。滚滚滚！老子信你的邪！周大头一脚踹在余年屁股上，挨了一脚的余年疼得龇牙咧嘴，放下手里的猪肉，掉头就跑。回到家，刚进门，余年就看到父亲蹲在院子里，手里握着那根极具艺术气息的扁担。爸，我真没打牌，我是被诬陷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啊！这次我不打你，看在你是高考状元的份上，我饶了你这一次。以后你要是再鬼混，老子打断你狗腿！说完，余康将手中的扁担丢在地上，大步离开，出门右拐，进了周家。老周，发什么呆呢？小婉什么时候回来？周福瞪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你别听外面人瞎说，他们说小年玩牌，那是诬陷。我刚才问过了，小年说没有，这你放心，我儿子我知道，已经浪子回头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看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以前婉儿看不上小年，我理解。现在小年已经是高考状元，两人也算是郎才女貌。你看他们的婚事，作为长辈，咱们主持办了。哼，你想的真美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觉得两人般配，可关键婉儿不会同意这桩婚事。为什么？婉儿的性格我比谁都了解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她不喜欢小年，宁愿去死都不会嫁给小年。别看小年是高考状元，可婉儿不吃这一套。这倒是，那你看这件事儿怎么办？让他们自己去处理。如果小年能够追到婉儿，那就3媒6聘迎娶；如果不能，那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难道到手的好媳妇就这么飞走了？可关键人家周老汉说的没错，让余康难以反驳。行，我听你的。好几次想去找周婉，可去周家问了几次，都没能从周老汉口中得知周婉到底在哪儿。无奈之下，余年只能放弃，决定趁着上学之前赚笔钱。一连2、3周，余年基本都是在市区转悠，寻找着倒腾物资赚取差价的商品目标，最终将目标锁定皮鞋上。余年走在市区的街上，为了能够短时间内拿下整个市区的皮鞋生意，余年将目标放在了当地最大的飞腾皮鞋厂。老板，你喜欢什么款式的皮鞋？我为你介绍。先看看。余年点点头，在飞腾皮鞋厂的直销店里看起来，来之前他已经观察好，每个周四市场部的总经理廖林都会到这家当地最大的直销店视察。想要拿下皮鞋的生意，必须要引起他的注意。果然，跟余年预料的一样，此刻一名中年男人正站在收银台旁，旁边的收银员对男人格外尊敬，此人正是廖林。
你们这些鞋子不行呀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生意早晚要黄。他话音未落，便已经吸引到廖玲的注意。老板，怎么会呢？我们飞腾皮鞋厂是当地最大的皮鞋生产商，周围几个市的皮鞋店都是由我们供货，品质方面你不用担忧。品质方面肯定不用担忧，飞腾皮鞋厂的生产水平我是相信的，只是皮鞋生意做的不仅仅是品质，可问题不在这里。余年笑了笑，没再继续说下去，故意吊下廖玲胃口。这位老板，我是飞腾皮鞋厂的市场部总经理，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皮鞋品质的认可。可我想知道我们皮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您要是能够告诉我，我一定感激不尽。款式，最大的问题是款式，我看过了，你们这店里的皮鞋过来过去就那几种款式，而且十分老土。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，其实我们飞腾皮鞋厂一直都在为这个问题发愁，样鞋开发的太慢太少，我们去年开发出来的好几款样鞋在投入市场后失败，亏了很多钱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现在飞腾皮鞋厂经营状况不断日下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要不了半年的时间，贵厂就会倒闭。上一世飞腾皮鞋厂在6个月后倒闭，这件事情上了当地头条，最大原因就是皮鞋款式老土，且款式少。余年的话让廖玲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余年地上早已经准备好的名片。实不相瞒，我是一名皮鞋商人，奥康皮鞋市场部总经理余年。廖玲有些震惊，奥康皮鞋是非常有名的公司，虽然本地没有奥康皮鞋，但是奥康皮鞋的品牌他听说过。哎呀，原来是余总经理，失敬失敬。客气客气，廖总要是有兴趣，我们可以谈笔买卖。当然，能够和奥康这样的大厂合作，这是我们飞腾的荣幸。名片是余年前几天刚做的，奥康离这里山高皇帝远，他也不担心露馅。廖总经理，实不相瞒，其实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故意找到这里。我们奥康集团准备发展这里的市场，有意和贵公司合作，只要合作的好，我保证贵厂起死回生。虽然工厂现在生意下滑，但是在病急乱投医这件事情上不能草率。廖玲面带笑容，沉默不语。余年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催得太紧。这样吧，我这段时间会住在市里的江河大酒店，廖总要是有兴趣，随时来找我。同时，我也会联系当地的其他厂家。回到办公室，廖玲看着送来的财报，眉头皱成一团。廖总，安氏材料商刚才派人来催款，是否立即将这笔钱打过去？看着催款单上面的10万金额，廖玲脸色更是难看。先拖着，如今财务账面上只剩下20万资金，马上还有更多是工厂到来的催款单。若是这个时候结算，那工厂活不过这个月。为了能够彻底让廖玲相信自己的实力，余年专门在江河大酒店订下房间入住。看着豪华大床房，余年终于有了一种回到20年后世界的感觉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20年后的朋友赵强。当初在最难的时候，是赵强帮助了我。按照时间计算，这个时候的赵强已经是财大大一新生。等我1个多月后进入财大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大2。早在几天前，余年专门到沿海城市去购买了10多双款式新潮且销量火爆的鞋子。有了这些新颖卖座款式，接下来只要余年能够和飞腾皮鞋厂达成合作，就能够利用信息差赚钱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余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江河大酒店。在过去了5天，依旧没有等到廖玲的到来，这让余年心中有些焦急起来。难道上一世我记错了飞腾皮鞋厂的财务状况？吃了早饭，余年往江河大酒店的方向走去，心里默默盘算。刚走没多远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身前。余年，听说你这段时间过得非常快活呀，拿着我们的钱不仅到处潇洒，还住进了江河大酒店，我们真是小瞧你了。打牌的事情是你们传出去的吧？果真是一个输不起的货色。是我们故意传出去，你能怎么样？你小子把我这几年攒的积蓄全部拿走，你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？怎么说话呢？愿赌服输，懂吗？行，你小子真是有种。赵东大手一挥，赵屯和管林围了上来，3人堵住余年去路。把钱还给我们就行，否则今天你走不了。钱没有，打架奉陪，一起上吧。赵东从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赵屯和管林2人相视一眼，挥起拳头向余年砸来。上一世余年学过系统性的散打，平日里7、8个人根本无法近身，更别说是眼前的3个人。不多时，余年将3人干趴在地，赵东跪在地面哀嚎求饶：“疼疼疼，年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下次再不敢惹你了。”你要是想招惹我，我有时间奉陪，不过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。看着余年，赵东逐渐发自内心的害怕起来。他发现对方和以前变得不一样了，根本不是以前那个容易被拿捏的人。是，没下次了，绝对没下次了。过几天我就去外地打工，这次我欠了飞哥2000多块钱，这笔钱还不上，我只能跑路了。余年不想将事情做得太绝，从兜里掏出50块钱丢给赵东：“这是路费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”余年刚回到江河大酒店大厅，一眼就看到等候在此的廖玲，心中松了口气，上前故作困惑道：“廖先生，您怎么在这里？”
玉总，好久不见。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来是找您的。不远处，刚结完账的迟曼注意到这一幕，满脸好奇。我和余年做了那么久的同桌，知道他家庭贫困，怎么会和父亲的朋友飞腾皮鞋厂廖总扯上关系了？怀着好奇，他当即躲到一旁花盆后偷听起来。看来廖总对我前几天提出的生意有兴趣，既然有兴趣，我们可以谈谈。我们飞腾皮鞋厂想要贵厂皮鞋款式的授权，实不相瞒，现在我们货物滞销，急需新潮款式一波。不过说到这里，对方有些面露难色。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多余资金，只能支付少量定金。没关系，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谈。这样吧，去我房间详谈。好，我们进房间谈。不愧是大集团大公司，格局就是不一样。迟曼目送两人上楼，迅速跟了上去，看着他们进房后，好奇地将耳朵贴在门上。余年将数十双款式新颖的皮鞋摆在廖玲面前。廖总，不瞒你说，这些都是我们奥康集团大卖的款式，只要贵厂能生产，销量一定能提高。这些款式我们工厂从来没有过，以我们目前的实力，最多只能生产5种。实不相瞒，我们账上资金不多，没法提前支付授权费。没事，既然奥康打算开辟这里的市场，就不会为难贵厂。于总放心，人都是相互理解的。虽然我们工厂没钱，但是授权费用定金肯定给你。不知道廖总打算前期给多少定金？2万块钱定金，于总看怎么样？本来以为5000就不错，竟然给2万。余年心中狂喜，却还是压着情绪。这个钱是不是有些少？于总，我们只能再加5000，太多就没资金生产了。好吧，既然廖总都这么说了，那就按你的想法来。至于授权费，一双鞋子我们提售价的5%，如何？没问题，5%不算多。廖玲感觉占了便宜，想都没想到就答应下来。余年将提前准备好的合同拿了出来，这是我拟定好的合同，您看看，没问题的话，我们打款签字。廖玲粗略看了一遍合同，发现没有问题，迅速签字。余年这才放下心。为了保证签订合同后不会被发现出现合同纠纷，他前几天还特意去外地不同地区注册了一家奥康集团公司。这样一来，就算是露馅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廖玲选好样鞋后离开，余年收到25000块钱现金，心中激动不已。加上之前的4000多现金，如今手里有将近3万块钱现金，这绝对是我重生以来最大的一桶金，这将会是改变我人生的跳板。他刚收好钱，房门就再次响起敲门声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为什么我不能在这里？刚才从你房间走出去的是飞腾皮鞋厂的廖总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爸是区长，我见过他来家里送礼。不过我真没想到你会认识廖总，还谈成一笔生意。看来你都知道了，偷听可不是一个好习惯。纯粹好奇，余年，你胆子真大，竟然敢忽悠飞腾皮鞋厂，就不怕东窗事发？你一定不会去揭发我的，对吗？我们不仅是同桌，还是朋友。揭发倒是不会，只是震惊。以前没发现你这么精明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忽悠办法的？我可不是忽悠，是挽救他们。我调查过，飞腾皮鞋厂照这样发展，半年内就会倒闭。余年将飞腾皮鞋厂的状况详细分析一番，迟曼心中掀起惊涛骇浪，对于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你真的太厉害了，我要是有你这样的脑子就好了。可是你就不怕廖总发现后报警？我在合同上做了手脚，就算走法律程序对我也没影响。况且我相信廖总绝对不会报警。迟曼打量着余年，发现他身上有着同龄人没有的魅力。余年注意到了对方的目光，没有多想，眼神却不由自主下移。作为活过一世的男人，余一眼看出迟曼至少是弟。不愧是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不仅人漂亮，营养也好。不过余年对迟曼没有兴趣，在他心中自己未来的媳妇永远是周婉。仿佛是注意到了余年的视线，迟曼连忙轻咳一声，好看的脸蛋绯红一片。那个，我有事情，先走了，过几天有时间我找你玩。告别了迟曼之后，余年将25000块钱存入银行。我操！廖玲拿到样鞋后，立即组织工厂投入生产。因为有了样鞋，短短3天就产出产品投入市场。第一天销售1323双，第二天11000双，第3天24000双，一周内销量暴涨至6万双，口碑爆棚。太好了，我们飞腾皮鞋厂终于起死回生！立即给我约于总，组个饭局聚聚，再把池区长约上。后来这几天，余年一直忙活着安装电话的事情，刚安装好，电话就响了起来。得知廖玲约了个饭局，他简单打理了一下行头，马上前往江河大酒店。刚进入包厢，等候在门口的廖玲就迎了上来。于总，可算等到你了，我从中午等到现在啊。廖总，抱歉，下午考察市场耽误了，今天我请客，以表歉意。没事，今晚我请客。自从有了贵公司的授权，我们销量与日俱增，多亏了您，要不是您，我们恐怕撑不过这个月。我早说过，产品款式老就是飞腾最大的弊端，解决了这个问题，
以后必定发展更好。余年走进包厢坐下，发现空无一人。就我们2个人，订这么大包厢不合适吧？应该的，待会儿还有个重要客人，说不定对你有帮助。我知道你要在这里扎根发展，肯定需要人脉，所以特地安排。谁啊？就在这时，一名中年男人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秘书。我去，这不是池曼的局长父亲池东吗？老池，欢迎欢迎！刚才我和于总还聊到你呢。这位就是于总，一看就气质不俗。没错，我们工厂最近销量大增，全是他的功劳。奥康集团来江都发展是我们的荣幸，以后于总要是有事情，尽管开口，我们一定给予最好的帮助。池先生叫我小年就行。年轻人就是谦虚啊。池总打量着面前的年轻人，却总觉得十分熟悉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闻言，余年心中忐忑，强装镇定道：应该是在报纸上吧。也是，像于总这样的青年才俊，肯定经常上新闻。服务员上菜，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池总率先开口：于总，不知道奥康集团是否有在这里投资建厂的打算？池先生，我们暂时没有投资建厂的计划，打算和飞腾皮鞋厂深度合作，创造更多效应。没关系，只要能为本市经济做贡献，我就很满足了。说实话，我刚才一见面就觉得你眼熟，现在终于想起来了，你跟我们本市今年的高考状元名字一模一样，长相都有6分相似。是吗？有机会我一定要见见他。这世界同名同姓的多，但长相也一样的倒是少见。我差点忘记，于总和高考状元名字一模一样，都是能人。不过相比于高考状元，我更佩服于总这样的商业人才。池先生太高看我了。饭后，池宗又与余年聊了聊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。余年凭借着上一世的记忆，有理有条地道明了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形势，两人心中皆是惊起惊涛骇浪。不愧是大集团来的人，太厉害了！这哪里是普通经商者，这年轻人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临行前，池宗亲手递给余年名片。余老弟，吃了这顿饭，咱们就是朋友，有空来我家坐坐，多联系。余总，这里面除了8000块钱固定的授权费，另外2000是我们常感谢您的，不成敬意。8000加2000，也就是1万。忙完一切之后，银行早已下班，这1万块钱余年只能自己带回家藏好。不成器的东西，鬼混到这个点才回来，就你这样混下去，周婉怎么肯跟你？余年满脸堆笑，没有在意，笑眯眯的上床睡觉。这一夜，他睡得格外踏实。接下来的暑假时间，他过得非常开心，以高考第1的成绩收获无数祝福。社区单位都派人送了礼品，父母挣足了面子，周福对他的态度也逐渐缓和。一天，敲门声响起，余年开门，发现门口站着池曼。你怎么来了？上次说了找你玩，怎么不欢迎我？不是，非常欢迎。余年将池曼请进屋，倒了杯水。杨如从厨房忙碌出来，看到池曼，双眼瞬间发亮。哎呦，这哪儿家的闺女，长得这么俊？小年，你怎么从来不带回来？妈，她是我高中同桌池曼。阿姨，您叫我小曼就好。小年说您长得漂亮，今天一见，您比我妈都好看。小曼真会说话，小年这孩子调皮得很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阿姨，阿姨饶不了他。好，以后就靠阿姨做主了。那中午可要留下来吃饭，尝尝阿姨的手艺好不好？啊，阿姨真抱歉，我这次是来请小年去我家吃饭的，下次一定来。您要是有空，也一起去吃顿便饭。原来是请小年吃饭呀，那让小年跟你去吧，阿姨就不去了，一会儿还有些事情。你有时间吗？怎么突然请我吃饭？我爸让你去的，你就说去不去呗。小曼不用和他多说，这小子要是不去，我揍死他。好，我去。那我先回去，你中午过来，你知道我家地址。余年走在街上，想到中午的上门吃饭，心里直犯嘀咕。和池宗上个月刚聚过，这次又请吃饭，难道发现我是个冒牌货了？可不去又怕露馅，影响和飞腾皮鞋厂的合作。心念至此，余年决定出点血，在街上买了云片糕和糖酥，又咬牙在国营店买了一块1300块的浪琴女士手表，作为伴手礼前往池曼家。池曼家是独栋楼房，生活条件比余年家好得多。刚走到门口，他就快速迎了上来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，准备再去找你呢。余年拿出刚买的手表，没什么好送你的，第一次来家里，送你一块手表，你看看怎么样？这是浪琴耶，这表要1300块，我上次在国营店看到过。喜欢吗？废话，当然喜欢了。喜欢就好，袋子里给叔叔阿姨带的街头小吃，希望他们喜欢。你太客气了，咱们是同桌，喊你吃饭又没喊你大出血。走吧，带你见我爸，他一直想见见咱们市的高考状元。
当他走进客厅的时候，两人目光相接，池宗瞬间愣住。爸，他就是我同桌余年，这是他送您的云片糕和糖酥，还给我买了块手表，就是我上次看上的那款。池宗目光落在池曼手里，脸上闪过一抹意外之色，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，笑着上前和余年握手。余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余年深知以池宗这种见过无数人的大人物，根本瞒不住，索性不再隐瞒，坦诚道：池叔叔，抱歉，之前的事情是我撒谎了。池宗不是傻子，简单的思考后，伸手拍了拍余年的肩膀，眼神中却满是赞赏。好小子，竟然给飞腾皮鞋厂玩了一套空手套白狼，廖玲要是知道，眼珠子都得掉一地。我没坑他们，想必你也看到了，这段时间飞腾皮鞋厂销量节节攀升，要是没有我，他们这个月怕是已经停产破产了。这话余年说的没错，池宗和廖玲是朋友，自然清楚飞腾皮鞋厂的状况，不过他打算吓吓余年，面色微冷。你就不怕我告诉廖玲，让他找你麻烦？不怕，飞腾皮鞋厂的合作对象是奥康集团，我名下专门注册了一家，只是在不同城市，眼下商标样鞋管理混乱，上面尚未出台精准政策。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胆识，还懂得钻商业空子，居然会是女儿的同学。池叔叔，我相信您一定不会拆穿我。余年眼神坚定，池宗笑了笑，沉默不语。池曼在旁边听明白了大半，满脸好奇：爸，你们在哪儿见过？池宗闻言将之前和余年见面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你这位同学不简单，空手套白狼玩得明明白白。这么说，你这次生意1分钱都没掏？做生意要是100%需要本钱，那就不叫做生意。池宗猛地一怔，满脸钦佩。他原本请余年来，是想结交高考状元，没想到余年还有奥康集团余总这重身份，越发觉得他是可造之才。放心吧，你和小曼是同学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，我不会拆穿你。何况你没损害飞腾皮鞋厂利益，还帮他们起死回生，这是大功一件。谢谢池叔叔理解，你同学真是个可造之才。爸，你要是真喜欢，不如认他当干儿子。余年猛地一怔，这桥段简直和高启强认太叔如出一辙，就连池宗也愣了愣，没立即接话，而是转移话题。走，上桌吃饭，咱们边吃边聊。餐桌旁，风韵犹存的卢兰端着菜忙碌，见到余年热情打招呼：你就是小年吧？小曼跟我说过你好几次，恭喜你拿了高考状元。阿姨您好，谢谢阿姨。餐桌上，池曼的弟弟池明一直被父母教训，要以余年为榜样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池宗打开话匣子：小年，你现在是咱们市的高考状元，以后出息了一定要给家乡多做贡献。池叔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小小年纪觉悟就高，叔叔有个疑问想请教你，你对市里领导班子换届选举有什么独特想法？谁最有可能成功？池叔叔，您真要听我的看法？当然，上次和你交谈后，我就觉得你不一般。余年当即调动记忆，将手指蘸了点酒水，缓缓在桌面上写下了一个名。对方看了，颇有些意外。郑峰？怎么可能？他可是所有人最不看好的候选人。正因为没人看好，其他2位候选人不会把他当回事，很快会互相爆猛料，最后坐收渔翁之利的就是他。此话说的确实有些道理，这居然是从一个刚高考完的人口中说出来的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余年说错了？池宗没有回答，沉默片刻，喝了口酒问道：小年，刚才小曼说让你认我做干爹，你怎么看？若是能认池叔叔为干爹，是我的荣幸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你这个干儿子。太好了，这么说来，我也多了个能干的干儿子。干爹干妈，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亲儿子，有任何事尽管吩咐。卢兰快速回房，再次出来时手上拿着一枚玉扳指。这是小曼爷爷给我的，本来打算给未来女婿，现在给你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谢谢干妈。饭后余年离开，池宗看着他的背影，嘴里喃喃念着郑风，若有所思。半个月后，领导班子换届尘埃落定，郑风果然胜出。池宗坐在书桌前，看着报纸上郑风的新闻，庆幸自己听了余年的话，临时换队。小曼，你觉得小年这孩子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怎么了？你这么大了，有喜欢的男孩子吗？暂时没有。爸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爸觉得小年是个不错的孩子。爸，我不喜欢余年，虽然我和他玩得不错，但是我一直都把他当成朋友。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最讨厌被安排婚事，池曼也不例外。作为一个阅历丰厚的中年人，池宗却看得非常清楚。小年现在是人生起点，等他去了大城市，肯定有很多漂亮女孩围着，到时候你再动心就晚了。爸，我是真没那想法。他撇了撇嘴，觉得余年这段时间赚的钱全凭运气。听爸的总是没错的。哼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你这话搞得我好像要追他一样。池宗无奈叹气，
拿起几瓶好酒和2袋白面，吩咐司机开车前往余年家。而此刻，余年眉头紧皱地站院子门口，对面是飞哥以及飞哥3个小弟。赵东跑路了，这笔钱必须由你来还，要是给不出这笔钱，老子让你家宅不宁。周围围满了街坊邻居，纷纷投来了异样的目光。赵东欠你钱和我没关系，你该去找他，别胡搅蛮缠。我不想说第2遍，你最好现在拿2000块钱，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不要脸，但你可是高考状元，丢脸的是你。滚！就算我有钱也不会给你，再不走别怪我报警。报警？橘子我3天2头进一次，跟回家一样，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上学了，我就找你父母麻烦。欠债的是赵东，又不是我们小年，凭什么给你？于康大步上前，握着手中的扁担。滚！我告诉你们，要钱没有，敢家老子奉陪。就是不欠钱凭什么还债？输不起别玩，不就是想敲诈吗？一时间，周围邻居街坊纷纷打抱不平。输不起别玩，这话是你说的。钢管猛地砸在吴老头腿上，老人惨叫一声倒在地上，围观的人纷纷惊吓后退。吴叔，你没事吧？疼。敢打老人，老子让你知道厉害！扁担重重砸在飞哥肩膀，飞哥吃痛倒地，爬起来后一把抓住扁担，挥钢管向于康脑袋砸去。爸小心！飞哥被余年一脚踹倒，3个小弟冲上来，被余年一人一拳撂倒，哀嚎声响彻四周。服不服？余年捡起一根钢管，直指对方。不服，有本事你弄死我，弄不死我，等你上学了，我慢慢弄死你父母，哈哈哈！不得不说，这句话确实是钳制住了余年的软肋。马上要上学，他不能天天守着父母，可他们要是出事，这将会是一辈子的遗憾。可是现在要是将2000块钱给飞哥，照样不会放过我。就在余年纠结时，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：要是这都不服，是不是去牢里蹲几年，你们这些臭虫才能老实？池区长，不仅是飞哥，周围曾经投过票的人都知道眼前这位是池宗，一个个面露困惑。没想到这事儿竟然能够惊动这样的大人物出场。干爹，您怎么来了？干爹2字一出，全场皆惊，就连余年父母脸上都交织着错愕和惊诧，表情精彩纷呈。没想到余年竟然是池区长的干儿子。小年，这个2流子找你麻烦是不？放心，只要干爹活着，就没人敢欺负你，欺负你就是欺负干爹。这话是对飞哥等人说的，也是对在场的人说的，非常给余年面子，表明自己的态度。简单得知了事情来龙去脉之后，池宗目光落在这些混混身上。别人欠的钱，你们找他还去，不仅在这里闹事，又动手打人。只要我一个电话，你们今天就得进去蹲几年。池宗的话像一盆冷水，浇得飞哥等人瞬间慌了神。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和余年就是朋友，今天就是场小闹剧，您别当真。飞哥一边说，一边向余年投去求救的目光，生怕池宗真的打电话叫人。干爹，算了，就是场小闹剧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让他们走吧。余年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何况有了池宗的震慑，这些人以后绝不敢再来找麻烦。下次要是小年告诉我你们再来闹事，那后果你们自己知道，滚！飞哥如蒙大赦，带着小弟夹着尾巴逃走。围观的街坊邻居也炸开了锅。我第一天不得了，小年竟然是池区长的干儿子呀，真是鱼跃龙门了。是呀，出息了，真的是出息了。于康和杨如听着这些话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周福端着饭碗站在门口，眼珠子险些掉出来。于老哥，我私自认小年为干儿子，您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，这是好事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。谢谢池区长，您还带了这么多礼物，太客气了。池宗和余年父母寒暄着，气氛热络。余年却惦记着受伤的吴老头，简单安排后便将他送去了医院。池宗在余年家吃过晚饭后，正准备离开。小年，你觉得我们家小曼怎么样？给干爹说实话。漂亮、美丽、有学识，比很多女孩都要好太多。是啊，就是太任性了。到了财大，你帮我多注意她，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您放心，我就是干爹的望远镜，谁要是敢欺负他，我绝对不会轻饶。好好好，干爹相信你。他望着余年的目光意味深长，只有他自己明白，借此机会让两人多接触，才会产生感情。开学前，余年去了趟医院，妥善处理好了吴叔叔的事情。开学最后一天，他终于等到了来自华纳音乐集团的回信。余年终于等来了华纳音乐集团的回信，可里面只有一张1000块的支票和长期合作的邀约。就1000块，这简直是天买，得控制歌曲数量，不能再随便写了。余年回信要求把《忘情水》给刘德华唱，便不再纠结写歌的事，准备去财大找周婉。按照池宗的要求，余年本打算和池曼一起出发，却在火车站得知池曼提前1天走了。难道他是故意躲着我？也好，反正我心里只有周婉。余年背着旅行包来到财大校门口，看着熟悉的校名，心里满是期待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年轻女人冲到余年身旁：“救我！救我！
快帮我报警！贱人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谁都救不了你，敢勾引我老公，老娘弄死你！我去，感情这是碰上抓小三的了。他本想转身离开，却被蓝秀双一把抓住。老公，你别走呀，你留在这里帮我说清楚。中年妇女愣了几秒，随即破口大骂：好呀，你们这一对狗男女合起伙来破坏我的家庭，老娘跟你们没完！不等余年解释，带着身后一帮男女向余年张牙舞爪地冲了上来，有人拿着钢管，有人拿着剪刀，余年只能硬着头皮还手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连我都敢打，我老公可是钢铁厂总经理。滚！再不滚，老子撕烂你的嘴！蓝秀双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没完。丢完狠话，几人马上离开。蓝秀双终于松了口气。小兄弟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再喊你老公的。大姐，行了，别哭了，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让我怎么去上学？上学？你是财大的。废话，你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谈了个对象，对方一直说没妻子，本以为找到了个好男人，没想到他有妻儿。呜呜呜！蓝秀双说到这儿，眼泪又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余年揶揄道：我看你27左右，刚才那女人起码40有5，你对象肯定快50岁的人了吧？谈生意就是谈生意，干嘛要扯到谈对象？你没骗姐姐，你真是大学生。我是大学生，怎么了？有没有兴趣来姐的厂子上班？1个月2000。小弟弟，姐姐给你机会，你要是不把握住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。没兴趣。蓝秀双又把价格提到3000，甚至提出包养余年，都被余年拒绝。他突然捂着脑袋蹲坐在地上，说自己头疼。我靠，你没事吧？需要送你去医院吗？不用，送我去旁边的酒店开间房间，稍微休息下就行。余年心软，扶着蓝秀双去酒店开了房间。余年正想离开，可蓝秀双却突然抱住他，想让他帮忙报复渣男。来吧，小弟弟，使出你的浑身解数，伺候好姐姐。你应该做的是好好生活，擦亮眼睛，找个好男人。你救了我，我觉得你就是好男人。要不你跟我好吧？姐姐肯定和他划清界限，绝对不会再见他，好好的和你在一起。这才90年代初，感情就这么不值钱了。他不想过多纠缠，快速离开酒店，在校园里办好入学流程后，径直来到316寝室。余年走进寝室，看到2个男生，正是他的舍友吴甫和杨正豪。兄弟，你是新来的吧？我叫吴甫，本地的。我叫杨正豪，从农村来的。我叫余年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学姐，谢谢你，有空我请你吃饭。3人刚聊了没一会儿，寝室门被推开，孙猛抱着猫咪走进来。我叫孙猛，大家多多关照，刚才还多亏学姐送我过来呢。老表，可以呀，你可是我们寝室唯一一个学姐亲自送到寝室的人。要怪只能怪我长得太帅。4人相谈甚欢，很快打成一片。中午结伴去吃饭时，余年却满心都是寻找周婉的念头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周婉具体在哪个系哪个专业，但迟曼肯定知道。于是晚上的时候，余年借着给干爹报平安的理由，问出了迟曼的系部和专业以及班级。他心里越发迫切，恨不得立刻找到周婉，弥补上一世的遗憾。你怎么来了？迟曼下意识以为余年是来追求自己，心里还盘算着如何拒绝，可余年的话却让他大跌眼镜。我来找你是想知道周婉在哪个系哪个专业，你肯定知道，能不能告诉我？你来找我就是为了找周婉？不然呢？我和周婉的事情你知道，我不找她能找谁？迟曼沉默片刻，心里竟莫名空落落的，随即还是说出了周婉的信息。周婉和我都是酒店管理专业，我们一个班，她就住在我隔壁613寝室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这样我岂不是天天都能见到她了？要不要我现在将她叫下来，和你见面？可以，你帮我上去喊她下来，尽量快点，再晚一会就要关宿舍门了。行吧，你真能蹬鼻子上脸。他嘴上答应，上楼后却突然改变主意，嘴角勾起狡黠的笑容，转身下楼对余年说：他说他不来。那行吧，既然他今天不想见我，那我明天再来。明天也别来了，他说他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你。何必浪费时间呢？过段时间我在学生会给你介绍一个漂亮学姐。我只喜欢周婉，她不见我，我就天天来，直到见到为止。这辈子见不到，那就下辈子投胎也要见到。闻言，迟曼不由得愣了片刻。你不是跟我玩欲擒故纵吧？啥？你刚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一会儿宿舍门都关了。迟曼转身离开，阴沉沉地回到寝室。闺蜜沈娟见状上前询问：怎么了？楼下的那个男生惹你生气了？他来找我问周婉的消息，我还以为他是来追我，结果完全是我想多了。反正你又不喜欢他，管他的，正好人家对你也没意思。这倒是。行吧，睡觉，早睡早起，过几天大一新生入职学生会，有的忙了。另一边，余年失魂落魄回到寝室，他
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周婉不想见自己的事。室友孙猛察觉到他的异常，老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早点睡吧。一看就是失恋，要不这样，我把我的猫咪借给你睡一夜，慰藉一下你。你想哪去了？就算是再变态也没那么变态。几人闲聊间，余年沉沉睡去。第二天军训刚结束，他就迫不及待跑到9号楼女生宿舍门口，终于在人群中看到了朝思暮想的周婉。他2、3步走过去，我想和你聊聊。余年紧张的声音都在颤抖，周婉却只是轻轻点头。你说吧。你说的话算数吗？只要我考进中南财大，就给我机会。只要你愿意做我对象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对不起，你忘记我吧。对方说完转身就走，留下余年愣在原地。还没等他缓过神，一个男生走到周婉身边，面露敌意的盯着他。婉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不是说好一起去食堂吃饭吗？马上去，他是我一个老乡。邢澈自然地站在周婉身旁，趁着周婉转身的功夫狠狠瞪了余年一眼。婉儿，他是谁？我是他对象，以后别来纠缠婉儿，他有对象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们走吧。此话一出，余年如遭雷击，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彻底懵了，随即快步跟了上去。邢澈和周婉打了饭菜坐下，余年坐在10米外的位置，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，心如刀割。吃完饭，邢澈将周婉送到9号楼楼下，余年依旧跟着。通过对方身上的衣着，就知道他家境非常不错。余年站在夜色中，心情复杂。石曼突然从旁边走出来，我早就说了，你追周婉没戏。你早就知道周婉有对象？没错，邢澈，大3学长，旅游系酒店管理专业，学生会会长。周婉入学3个月后就和他在一起了，放弃，这是你最好的方式。邢澈人品怎么样？风评不好，人品也差，很多人都知道他暗地里在校外勾3搭4，只是周婉不相信。那我凭什么要让给他？富二代又算什么？我一个重生者，还能让个小富二代在经济层面给比下去了？唉，不过周婉从来都没有和邢澈发生过关系，就连牵手都少。如果邢澈知道你睡了周婉，估计你俩都没好果子吃，到时候他肯定会用最难听的话羞辱周婉。如果舆论发酵，肯定会对周婉会造成很大的影响，前世的悲剧还会再次发生。距离周婉上一世跳湖只剩27天，他必须在这段时间阻止悲剧发生。此后的日子里，余年除了军训，其余时间都守在9号楼楼下，每天换着花样给周婉送礼物，水果、鲜花送了个遍。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小半个学校。9号楼的窗口边，池曼和沈娟看着楼下如同雕塑的余年，聊起了他。没见过这么痴情的男生，敢爱敢恨，恐怕只有港片里才有了。小曼，要不你就把他给收了吧。我才不喜欢这种没有脑子的男生，明知道人家不喜欢他，还要热脸贴冷屁股，真是不怕丢脸。人家这才叫深情，比邢澈强多了。邢澈虽然家里有钱，是学生会会长，但性格太差了。池曼和沈娟打闹间，613寝室内的周婉也站在窗口，看着楼下的余年，沉默不语。闺蜜管飞走了过来，小婉，走，去吃饭了。真没想到，他倒是挺有毅力。我们去吃饭吧。两人下楼路过余年身边，周婉始终没看他一眼。余年追上去递过水果，也没有接受。他望着周婉远去的背影，没有再追，可眼里的执着却丝毫未减。5分钟后，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余年身前。我是周婉对象，我希望你以后别再来这里守着，就算你守一辈子，周婉都不可能选你，这是浪费时间。我和周婉的事情没你想的简单，如果你真的爱她，就该离开她。你要是缺对象，我可以给你介绍学生会的漂亮女生，没必要挖我的墙角。没兴趣，我只要周婉。邢澈见余年油盐不进，露出狠厉底色。我的东西就算毁了也不会给别人，要是我守不住，我就会毁了它，谁都别想得到。你再说一遍试试，要是周婉出事，我这辈子跟你不死不休。你会后悔的。邢澈被余年的气势震慑，愣了片刻后撂下一句后悻悻离开。余年回到宿舍，室友孙猛早已打听好邢澈的背景，满脸担忧地凑上来。年哥，我打听清楚了，邢澈是大3学长，学生会会长，他爹是宝钢钢铁厂总部总经理，学校领导都给他面子，这骨头太难啃了，要不咱换个女生追吧。我知道他家境好，可我真的喜欢周婉，我更不能看着他20多天后跳湖。今年本打算入学后组建游戏工作室赚钱，缩小和邢澈的差距，可周婉的安危让他不得不推迟计划。尽管时常有4万块钱的存款，可这4万块钱和邢澈的家境比起来什么都不是。更让他心烦的是，飞腾皮鞋厂的授权费汇款时间已到，却迟迟未到账。要是对方知道我是空手套白狼，故意赖账，就算我打电话索要，他们也不会给。下午军训结束，他再次出现在9号楼门口，刚站定没多久，3个身材壮硕的体育生从身后撞来。眼睛瞎了，挡路都不知道，要不是老子下盘稳，早被你害得当众摔跟头。
不好意思，我没看到。为首的男生上前伸手推搡着余年，嘴里骂骂咧咧。说句不好意思就完了，您哪个年纪的，懂不懂规矩？一看就是大一的，没点眼色。卧槽，这不就是大家说的守在女生宿舍门口的变态吗？真是晦气！我已经道歉，你们要是找事，我奉陪到底。哟，你他妈还装上了？是行车叫你们来的吧？三人猛地一怔。行车是谁？我们根本不认识，你撞到我们还这态度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？给我收拾他！眼见三人这副模样，余年心中更加确定这些人是行车派来找场子。宋明率先挥拳冲来，余年侧身躲过，一拳砸中对方腰间。可余光瞥见613寝室窗口的周婉后，他突然收力，下一秒2记重拳落在他身上，余年顺势扑通倒地，还故意发出痛苦的哀嚎。打，给我狠狠打，让他知道惹我们的下场。余年知道今天他这个亏必须要吃，最好是越惨越好。现在周婉不理他，今天挨顿打就是突破口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冲破人群，一把推开3个体育生。住手，都住手！再打下去要出人命了。宋明，是不是行车让你来的？你认识我？我在学生会见过你和行车一起吃饭，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学校要是开除你们，看你们怎么办。宋明等人见事情败露，慌忙逃走。周婉扶起满脸是血的余年，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满脸担忧。你没事吧？我送你去医务室。这顿打果然没白。在校医室处理完伤口，余年才发现自己的胳膊真的被打骨折了，缓过劲来才感受到疼痛。我有男朋友，你知道的。我希望你以后别再出现在9号楼门口。别说是胳膊断了，就算双腿断了，我都不在意。你之前说过，只要我考上财大就给我机会，你不能食言。周婉没再回应，只是看着窗外，神色复杂。就在余年以为又要碰壁时，周婉突然开口：你胳膊打了石膏，吃饭不方便，以后我每天把饭送到你宿舍楼下吧。婉儿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没有。余年答应周婉不将被打之事告诉校方，周婉一路扶着将他送回寝室门口。与对方道别后，余年转身进入宿舍楼，他的心情从未有过的开心和激动，笑容弥漫着整张脸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不就是送你回来一趟吗？有那么值得高兴？你是来找我的？不来找你，我来找谁？我跟你好说歹说，你要是执迷不悟，别怪我背地里对你下手。校内体育生，校外混社会的，你尽管放马过来，为了周婉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真是个要死的鬼！我得不到的东西，谁都别想得到。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我要是不努力追求周婉，那真的是对不起你的威胁。你明白了，要死的鬼是拦不住。行车撂下狠话后愤然离开。余年回到宿舍，室友们见他胳膊骨折还满脸喜色，纷纷围上来八卦。年哥牛逼啊，你这为了爱情牺牲这么大，我都被感动到了。学生会没几个好东西，居然把你胳膊都打断了，要不咱们告诉校方吧？算了，我答应周婉不闹大，其实骨折也挺好，不用参加军训，就是生活不方便。那以后你帮我照顾小贝贝，等你追到周婉结婚，我肯定随份子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别瞎起哄。与此同时，9号楼女生宿舍楼下，宋明3人是你指使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跟他们根本不认识，余年挨打跟我没关系。你还要狡辩？我亲眼看到你和宋明在安平饭店吃饭，你现在做事情已经这么过分了吗？行车的谎言被当场戳穿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这次的事情到此为止，我不希望下次再发生。婉儿，我错了，我是太爱你了，看着那小子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你，我能不生气吗？周婉不愿与行彻多纠缠，只想回寝室做功课。行彻却想利用学生会会长身份帮周婉谋卫生部长的职位，被周婉直接拒绝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我只想安安静静。周婉转身走进宿舍楼，行彻怒火中烧。这时他的妹妹行倩突然出现。你不去上课，跑来这里干嘛？哥，你是不是和嫂子闹别扭了？我听说有大一新生死皮赖脸追求嫂子，我怕她被抢走。放心，没人能抢走你嫂子，我好歹是学生会会长，还守不住一个女人。哥，我听说你情敌是从江都来的，和嫂子是邻居，你可要小心呀。我知道。他没告诉妹妹自己已托人去江都调查周婉和余年发生关系的真假，心里暗下决心，若是真的饶不了周婉，若是假的饶不了余年。第二天一下楼，余年就在人群中看到一个俏皮可爱的女孩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行彻的妹妹行倩，周婉是我未来嫂子，她托我这段时间照顾你。她没来。余年瞬间感觉有些失望。送饭谁送不一样，你想借机接近我嫂子，别做梦了，她不可能喜欢你。余年拒绝了行倩的早餐，转身就走。他打算去周婉的教室旁听，多创造接近周婉的机会。眼见余年不接受自己的送来的早餐，行倩追上去，面色不悦。你什么态度？你知不知道平时有多少男生给我送早餐？
我给男生送早餐这是头一遭，要不是为了我嫂子，我才不会来给你送早餐。邢倩，我说了不喜欢你，你别缠着我，你就算想老牛吃嫩草，也别追着我来啊。此话一出，周围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落在邢倩身上，她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余年竟然给她来这么一出，恨不得立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。那不是大二校花邢倩吗？真没看出来，她竟然在送早餐，倒追刚入学的大一新生，厉害呀！周围同学的议论声让她羞愤不已，只能狼狈逃离。与此同时，周婉的经济学课堂上，余年突然走进教室，坐在周婉身旁不远处。周婉见状不禁有些惊讶，一节课终于熬过去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喜欢你，就来了。我已经托邢倩照顾你了，你别再来打扰我。我有对象，被他看到我们在一起，他肯定会生气，咱们无缘无分，算了吧。我考进财大就是为了你，追不到你，这辈子白活。而且以邢彻的性格，根本不会接受不是完璧之身的你，你比我更了解他。这些话戳中了周婉心中的痛处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余年知道周婉的担忧和心结，也更加明白周婉现在只差最后一根稻草就会将其压垮，而这最后一根稻草会在21天内出现。余年想安慰他，却被一把推开。你留在这儿只会增加我的压力，同学们会议论我，我不想被人指指点点。行，我先回去，有任何事你通知我。余年转身离开，周婉看着他的背影，眼神复杂。余年走出教学楼，却被邢倩拦在门口，对方显然是来报复的。给我挖了这么大的坑就想跑，你把我当傻子？我胳膊骨折，参加不了军训，打算出去走走，今天心情不好。对方看见余年落寞的表情，不由得愣了一下，跟了上去。两人一前一后，渐渐走出校门。此刻，余年家一道敲门声响起，余康拉开了房门，看见门口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。请问这里是余先生家吗？我是华内音乐公司经纪人。看着眼前一身正装的男人，余康愣了愣。我们这儿没有叫做余先生的人啊。没有，这里不是余年的家吗？难道我搞错了？好不容易从香港过来，这一路真的吃了太多苦，要不是刘德华将《忘情水》唱火了，我也不会为了一名籍籍无名的小作词者来到这里。哦，你是来找我儿子的呀？来，咱们进屋坐。原来是我儿子朋友，真的对不起。你是找我儿子余年吧？实在不好意思，他去财大上学了。他是学生，刚上大一。高寒没想到创作出《忘情水》的人，竟是大一新生。本以为创作出这样大火歌曲的人，应该是个阅历丰厚的中年人才对，我真是捡到宝了。震惊之余，他立刻买票赶往财大。余康刚送走高寒，又有一个漂亮女人找上门。大夏娱乐的经纪人单启兰又找上门谈歌曲合作，让余康彻底懵了。余先生您好，我是大夏娱乐的经纪人。邢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着余年，可能心中对余年的好奇，也可能是因为答应了嫂子要照顾余年。这时，一个女人挡在了前面，一把抱住余年。我总算见到你了，你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辛苦吗？我几乎天天在校门口蹲你。你找我什么事？姐姐喜欢你啊，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女孩了？刚才看到你身后跟着一个女孩，是她吗？两个人都抱在一起了，余年这不是包养是什么？见多识广的邢倩立即给余年贴上了小白脸的标签，愤愤转身离开，打算把这事儿告诉邢彻和嫂子。不着急，兰姐一点都不着急，咱们先做朋友，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兰姐的好了。在这个没有什么人脉的陌生城市，有个互帮互助的人也不错。蓝秀霜一个老油条，再合适不过。做朋友可以，耍朋友不行。你能接受的话，咱们就做个朋友。既然我们已经成为朋友，那我去我工作的地方转转。余年本想拒绝，可在对方的生拖硬拽之下，来到一家名为皇后的会所。不瞒你说，姐是这儿的宣传部经理，以后你过来玩，报我名字，保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这里环境意外的不错，既然来了，不如我们开个包厢唱歌吧。蓝秀霜意外地看了余年一眼，诧异道：这种地方你来过，居然知道唱歌？毫不夸张地说，上一世的余年是 KTV 常客，每当他想到跳入南湖的周晚，心情不好时，都会来到这里唱歌。优秀的嗓音一次次让他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。蓝秀霜带着余年上了2楼，进入了一间包厢。包厢内灯光柔和，摆放着崭新的点歌设备。服务员调试好机器后，躬身等待吩咐：一个果盘，把我的存酒拿来。另外，好的，兰姐，马上就来。服务员离开后，蓝秀霜将话筒递给余年，眼神中饶有兴趣。来这里消费的男人几乎没有唱歌好听的，他不认为余年的歌声会好听。来，唱首歌听听，别告诉我你不会啊！刚才在楼下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唱就唱，不过我唱歌可不免费。行，你要是唱得好，今天消费姐包了。余年手指在点歌屏上滑动，最终停在对不起，我爱你上。这首歌4月份发行的年度热门金曲，伴奏响起的瞬间，余年深吸一口气，低沉又带着磁性的歌声缓缓流淌而出。歌声刚起，蓝秀霜脸上的笑意就僵住了。
好好听，这绝对是我近几年听过最好听的嗓音。这时，包厢门被轻轻推开，服务员身后跟着一个穿蓝白校服的女孩，正是蓝秀双刚才特意吩咐叫来的小妍。两人站在门口，也被歌声吸引，一首歌唱完，余年放下话筒，献丑了。献丑？这叫献丑？余年，你要是出道，那些专业歌手都得失业。年哥，你唱的也太好听了吧，比收音机里的原唱还动人。兰姐，这位先生的嗓子是真绝了，以后要是常来，咱们会所的客人肯定多爱听。小妍，过来，坐在年哥身边。被称为小妍的女孩点了点头，来到余年身旁坐了下来，柔声问好：年哥，你好，欢迎你来到皇后会所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看你这么累，给你放松一下嘛。蓝秀双冲小妍招了招手，示意她坐在余年身边，自己则借处理工作为由离开。临走前还意味深长地看了小妍一眼。余年刚才还在疑惑这个女人是谁，现在彻底明白了，心里一阵反胃。你出去。年哥，你别赶我走，兰姐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骂我的。我不想再说第二遍，出去。小妍见余年态度强硬，知道再纠缠也没用，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包厢。她刚下楼，就找到正在前台对账的蓝秀双，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。蓝秀双听完，不仅没生气，反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这个余年看起来还挺有底线的，真是有趣。余年走出包厢，刚下楼梯，就听到大厅音响里传来熟悉的旋律。这是《忘情水》，这首歌是不是火了？你们经常放吗？特别火，好多客人来都点这首歌。我们老板还说，以后要多放刘德华的歌。听到服务员的回复，余年心里又喜又气。高兴的是这首歌真的火了，气的是华内音乐集团只给了他1000块版权费。这可是能火遍大江南北的金曲，简直是贱卖。蓝秀双这时走了过来。怎么啦？看你这表情，跟吃了苍蝇似的，出什么事了？这首歌是我写的。你说什么？忘情水是你写的？你没开玩笑吧？没开玩笑，我之前寄给华内音乐集团，他们只给了我1000块版权费。早知道这么火，我就不该那么快答应。我真没看出来，你这年纪怎么能写出这么有故事的歌？余年没再解释，总不能说自己是重生的。他突然想起自己现在最缺的就是钱，要和行车竞争，要给周晚安全带，都需要钱。而开超市是这个年代最稳妥、最快速的赚钱方式，尤其是在学校旁，客源稳定。兰姐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哦，你想让我帮什么忙？不会是让我帮你要版权费吧？那我可没那么大本事。不是，我想在学校旁边开家超市，你在这附近人脉广，能不能帮我找个合适的店面，再帮我打通一些关系？蓝秀双带着余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，余年刚进门就愣住了。办公室装修奢华，比很多公司老板的办公室都气派。你知道吗？你是我见过最直接的男人，第一次来会所就敢开口让我帮你开超市，真有勇气。开超市需要投资，但回报快，我手里有一些启动资金，就是缺人脉和资源。你帮我，以后超市盈利了，我可以给你分红。你真越来越有意思了，分红就不用了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我帮你有什么好处？我会认真记住欠兰姐一个人情，若有他日兰姐需要帮忙，我肯定全力以赴。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我也不需要欠我人情，毕竟上次的事情我欠你人情，这次就当我们扯平了。余年没想到蓝秀双这么爽快，连忙答应。他看着眼前这个气场强大的女人，突然意识到，看来她的身份绝不止宣传部经理这么简单，能在寸土寸金的地段有这么大的办公室，还能轻松帮人找店面、打通关系，背后肯定有更深的背景。出了皇后会所，余年找了处电话亭，拨通了干爹的电话。喂，哪位？干爹，是我是小年呀，我想你了，给你打个电话。哦，原来是小年呀，干爹也想你呀，我以为你去了外地，把干爹都忘记了呢。余年先是一阵寒暄，说了学校的情况，最后这才拉住正题。干爹，前几天我和非同皮鞋厂合作的授权费付费时间到了，可非同皮鞋厂没给我汇款。明白了，你是希望这个事儿我出面一下，是不？没错，干爹你位高权重，在江都谁都得给你面子，由您出马，这件事情肯定容易解决。两人又简单聊了一会儿，挂断电话。这样一来，非同皮鞋厂那边的问题基本解决，后面就是布局超市了。